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山根一彦先生所著的《预防认知症的最佳饮食方式》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通过饮食方式来预防认知症；第二，应当尽量避免的食材；第三，推荐每天摄取的几种主要食材及吃法。首先是第一部分，通过饮食方式来预防认知症。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认知症高发的国家。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截至2012年，日本已经有大约462万名认知症患者，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00万人，相当于每5名老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在各种类型的认知症中，阿尔茨海默型认知症是最为常见的，占比高达70%。阿尔茨海默症的主要诱因是大脑内一种名为贝塔淀粉样蛋白的蛋白质积累。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种蛋白质本身并非一种有害的物质，它广泛存在于人体中。问题的根源在于其的过度积累，而这种积累竟是大脑在自我保护过程中的结果。当外界因素可能对大脑造成损害时，贝塔淀粉样蛋白会主动聚集并试图抵御这些威胁。如果这种防御反应偶尔发生，其实对大脑影响并不大，但当攻击多次反复进行时，贝塔淀粉样蛋白的堆积便会超出正常范围，最终反过来攻击脑神经细胞，导致阿尔茨海默型认知症的发生。那些可能威胁大脑健康的外界因素，主要可以归纳为炎症、毒素和营养不足这3类。为了有效应对这些威胁，调整饮食方式是最简单且行之有效的对策。我们的身体是由食物所组成的，大脑也不例外。通过科学合理的饮食管理，可以为大脑提供全方面的保护，帮助我们预防认知症的发生。接下来是第2部分，应当尽量避免的食材。为了有效预防认知症，我们需要从饮食入手，避免对大脑健康构成威胁的食材。以下是3类需要尽量减少或避免的食材及其危害的分析。食材1：小麦制品。小麦制品被认为是对大脑健康最为不利的食材之一。除了面包以外，许多人日常饮食中的面条等食品也属于小麦制品。小麦制品有3大危害：1、导致肠漏。小麦中的麸质会破坏肠道黏膜，形成微小的裂隙，使未完全消化的食物、肠道细菌及病原体进入体内，触发免疫系统的炎症反应。这种慢性炎症不仅会影响全身，还会加速大脑中贝塔淀粉样蛋白的堆积，从而诱发认知症。2、升高血糖值。小麦制品，尤其是甜点和糕点，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会迅速升高血糖，导致身体的炎症。高血糖还会形成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 AGEs， 这种物质会损害血管，引发炎症，进一步促进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形成认知症相关的老年斑。3、农药和添加剂的危害。在一些进口的小麦中，几乎都检测出了草甘膦的残留。这种农药不仅会破坏肠道菌群，恶化肠道环境，还会对大脑造成氧化性的损伤，危害认知功能。作者建议，完全戒除小麦制品可能会让人产生压力，因此应该逐步减少摄入的量，寻找其替代品，例如用荞麦面代替普通的面条，或者选择不含麸质的食品。食材2：反式脂肪酸。人类的大脑除去水分后，约60%是由脂质所组成的，因此脂质的质量直接会影响大脑的健康。反式脂肪酸是最有害的坏的油脂，主要存在于人造黄油、起酥油和某些加工食品中。反式脂肪酸具有下面的危害：增加血液粘稠度，容易引发动脉硬化，提高坏的胆固醇 LDL 水平，同时会降低好的胆固醇 HDL， 削弱保护大脑的能力，对大脑神经造成直接的损害，大幅提高认知症的风险。推荐摄入好的油脂，如特级初榨橄榄油、椰子油等。食材3：牛奶。虽然牛奶通常被认为是健康的食品，
但从认知症预防的角度来看，过量摄入牛奶和乳制品反而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牛奶的主要危害有：一、引发炎症。牛奶中的主要蛋白质酪蛋白是乳制品过敏的常见原因。过敏反应实质上是一种炎症，会加速贝塔淀粉样蛋白的堆积。二、导致消化不良和肠漏。牛奶摄入过多容易引发肠道炎症和肠漏现象，对大脑健康构成潜在的威胁。作者建议，可以选择有机、未经调制的豆浆作为牛奶的替代品。这种植物性饮品更有利于维持肠道的健康，同时帮助预防认知症。最后是第三部分，推荐每天摄取的几种主要食材及吃法。仅仅知道需要避免的食材还不够，要想保护大脑，我们还需要主动摄取对健康有益的食材。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作者推荐的每天需要摄取的几种主要食材及其具体吃法。推荐的食材一、水。听到这里，可能有的人会疑惑，水也对预防认知症有作用吗？但事实确实如此，摄取充足的水分对于预防认知症是有效的。如果身体里缺乏水分，大脑内容易堆积导致认知症的废物贝塔淀粉样蛋白。更令人惊讶的是，当体内的水分减少1%至20%，认知功能就会开始下降。那么我们每天需要喝多少水才够呢？我们的身体每天通过排泄、呼吸和出汗等方式会失去约2.5升水分，其中从食物中摄取的水分约为1升，体内代谢生成的水约为0.3升，因此还需要额外摄取约1.2升的水分。建议将目标定为每天喝1.5升水，以稍微多一点为佳。饮水的技巧是，每次摄取水分的吸收量约为200毫升。如果一次性喝得太多，大部分会通过尿液排出，因此应该少量多次的喝水。推荐食材二：十字花科蔬菜。在众多的蔬菜中，特别推荐十字花科蔬菜，如西兰花、小松菜、水芹、卷心菜等。它们富含以下3种对预防认知症不可或缺的能力：一、抗炎能力。十字花科蔬菜含有植物化学物质异硫氰酸酯，这种成分具有卓越的抗炎作用。二、解毒能力。我们每天接触的环境中有许多的毒素，但人体通过肝脏的解毒功能将这些毒素清除，而异硫氰酸只可以促进肝脏生成包裹毒素的酶，从而提高解毒的效率。三、抗氧化能力。人体需要氧气，但利用氧气的同时会产生活性氧，过量的活性氧会攻击正常的细胞，导致氧化作用。这种氧化会损伤脑细胞，加速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积累，因此抗氧化对预防认知症非常重要。在十字花科蔬菜中，西兰花的维生素 C 含量位居前列，具有出色的抗氧化效果。异硫氰酸酯并不是以现成的形式存在，而是通过切碎蔬菜后，酶的作用才会生成。因此建议切碎后静置15分钟再加热，尽量采用蒸煮、清炒等中低温烹饪方式，以避免高温破坏营养成分。推荐每天食用约1/4颗西兰花，搭配其他十字花科蔬菜，总计每天摄取350克蔬菜最为理想。推荐食材三：秋刀鱼及其他小型鱼类。鱼类在预防认知症中被广泛重视，是因为它们富含优质的 Omega-3 脂肪酸，如 DHA 和 EPA。根据日本国立长寿医疗研究中心的研究，摄取 DHA 和 EPA 较多的人，其脑部的颞叶皮质和额叶皮质的体积缩减更慢，而这2个区域与认知功能密切相关。推荐摄取秋刀鱼、三文鱼、青鱼、沙丁鱼、竹荚鱼等小型鱼类，尤其是脂肪丰富的秋刀鱼，其 DHA 含量居鱼类之首。避免用网烤鱼，网烤会让鱼中富含的 DHA 和 EPA 流失。建议选择与蔬菜或蘑菇一起制作铝箔烤。如果不方便处理生鲜，可以使用罐头食品，但需注意选择低盐的产品。需要注意的是，大型鱼类如金枪鱼和剑鱼，因其食物链的影响，容易积累高浓度的汞。
汞是导致认知症的代表性毒素，因此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其的摄入量，每月控制在1次以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